好，书接上回啊，这是我们 Super Trend 交易策略的第二部分。如果没有看过第一部分的，建议去找一下上个视频看一下啊。这里还是带着大家一行一行代码的去把这个策略写出来。我们继续。上个视频的内容，我们主要是把这个用户自定义的参数吧给它写了一下，然后把这个聚丙的这个实例化写了一下，还有就是获取指标的参数进行了一个获取，包括我们这里的 ask 加 bet 加这些。然后下面我们就是具体的这个开仓操作。但是开仓之前，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判断，我们需要判断一下，获取一下当前的这个持仓数量。Counter buy 代表我们多单的持仓数量，Counter sell 代表我们空单的持仓数量。然后我们这里需要写一个count open position 的一个方法，在这里写一下，返回值是布尔类型，然后 count open position， 然后它需要传入3个参数，一个是我们的 magic number ATSA， 因为你不可能去一个 EA 它只管属于它的仓位啊，所以我们这里使用这个 magic number 来进行区分，就不属于它的仓位的话，它不需要进行这个管理啊。然后是我们的这个 count buy， 还有这个 count sell， 有问题，进行一个获取。首先还是把这2个数值进行一个重置，获取一下总共的持仓，都有这个方法获取持仓的总数。我们进行一个for循环的一个判断一下，倒着来，小于等于，倒着来的话就是大于等于 i 大于等于0，然后我们就是 i 加加要 i 减减，然后获取 positions 的 ticket 是 long 类型，ticket 是使用的 position get ticket， 就这个方法。然后如果获取失败的话，就是 position ticket 小于等于0的话，那么我们就给它还是给它打印一个信息吧。这里的 print 跟我们前几课演示的 alert 不一样的，就是 print 它是打印在这个控制栏的，它基本上不会是以弹框的形式直接暴露出来，所以它基本上是给这个开发人员看的。alert 通常来说是给用户看的，就是真正使用你 EA 的人看的。我们弹一个position ticket 获取失败了 get failed， 然后进行一个选中的操作。获取到这个 ticket 之后，我们需要 select ticket 才能选中这个仓位position select， 我打错了 select by ticket， 我们把这个传入进来。但是如果它获取失败的话，就是取法。获取失败的话，我们就还是跟这里操作一样，进行一个日志的，相当于是日志的打印。position select by ticket get failed， 打一个日志，如果出错的话，方便我们分析错误啊。然后就是这么一个变量，来获取一下当前持仓的这个 ticket。position get integer， 它是用来获取这个 position magic。如果获取失败的话，我们还是进行一个日志的打印。get magic number get， 然后 return false， return false 之后，它就直接跳出这个方法了。
那么它统计失败的话，我们肯定就不用执行下面的逻辑了，我们就直接跳出了。获取到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判断了。这里的 magic number 是传的我们当前 EA 它的编号，我们进行一个判断。如果这个编号等于当前这笔持仓的 magic number， 那么证明我们获取到了EA 所管辖的这些订单。然后我们再获取 type， 判断一下。position 是跟这里一样，还是 position get integer？ 我传入的参数不一样，它这里传入的参数是个 position type， 我把它复制到这个变量上。还是如果获取失败的话，我们给它按一个日志 get type 失败。最后就来到我们真正的统计的地方。如果这个 type 等于 position sell 类型的话，那么代表当前这笔持仓是一个空单，我们就在这个空单的这个变量上进行一个加的操作，就相当于是累加，不断的累加。好，如果都执行没有出错的话，它最后走到这里，我们就给它返回一个 true， 代表它获取的这个过程都正常。这是我们的 count by， 然后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个调用 ，if count open position 少一个字母 position， 把这个参数传入进去。首先是 magic number， 然后是我们的 count by， 还有 count sell。如果获取成功的话，那么就走向下面的这个开仓逻辑；如果获取失败，也就这里取法获取失败的话，我们直接就给它 return 了，不执行下面的开仓操作。因为你仓位统计出错的话，下面开仓可能会出现重复开仓的操作，直接就把它 return 掉。开仓的话，我们还需要获取开仓的话，我们不仅需要这些指标的数值，还需要这里不是 Super Trend 的线从下往上穿过价格，也还是需要最少2个平仓价，也就是前一根和前2根的平仓价。以前一根的获取平仓价，我们使用 iClose 这个函数来进行获取，传入 symbol， 然后 time frame， 这里的 time frame 就是这里啊，我们具体的做单的周期，然后获取前一根就传入1，前2根就传入2，这个名字改一下。然后就是我们的开单条件的一个判断，开单条件，等一下，buy single 就等于，首先第一个条件，你不能重复持仓嘛，那么就要判断一下多单是否等于0，多单持仓单数是否等于0，然后是我们的close 价由下啊，也就是 Super Trend 的线由上往下穿过价格，那么就需要进行close 2。close 2是小于这个 Super Trend 的指标的，然后它有上穿上来 ，close 1大于 Super Trend 1 Super Buffer 1，这就是我们的 buy single 做单的条件。还有一个我们的过滤器需要写一下，就是如果用户启用了这个 MA， 如果用户启用了 MA 的话，那么我们不仅需要这个 buy single 要等于 true， 我们同时还需要满足收盘的，也就是当前的价格要在 MA 的上面。好，这就是全部的我们的一个进场的逻辑，这个条件就判断完成了。然后我们写一下，把这个 MA buffer、MA filter，等于 true， 不是这个 buy single 等于 true。然后这里成立之后，我们需要做2个操作啊，一个是首先就是出场点啊 ，Super Trend 如果有
满足这个由下往上穿过价格的话，我们需要把所有的这个反向的订单给它平仓掉，所以我们这里需要一个平仓空单的方法，这是我们需要实现的。还要实现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开仓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平仓的方法写一下，写到最下边。这里我稍微写快一点，不想把这个视频拉得太长了。Magic，这里的大部分逻辑跟我们这里其实有点类似啊，所以我直接把它复制一下。它们的主要区别是在这里，把这原来逻辑删除掉。如果等于quotation type buy 的话，如果是多单，并且当前这笔持仓是空单，也就是我们想要的是多单，但是它给了个空单，我们直接就是 continue 的话，它就会执行到下一次循环，就不会执行下面的逻辑，但是它会跳到下一次循环，来针对于空单进行一个判断。想要空单，但是给了一个多单，然后过了这两行之后那么就代表了我们这个 position buy 和我们要的这个 type 是一致，就可以进行这个平仓的操作。position 是 close， 平仓的话很简单，我们只需用把 ticket 交给这个函数就可以了。最后我们进行一个平仓的一个判断。如果是获取失败的话，那么也就是它不等于trade rate code 不等于这个档，那么代表它平仓的过程可能有问题。我们先是给它打印一个提示信息，然后进行一个 return false， 代表获取失败的一个信号的一个返回。平仓失败，然后就打个平仓失败，然后我们再加一个这个 ticket， 告诉它是哪一个持仓失败，或者我们还可以加一个具体的异常的一个说明。异常的话，那么就是trade 点result 下的 rate code， 然后给我们返回一个错误的编码，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信息进行排错。最后如果没有出现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这里还是return true， 编一下，有一个错误，刚好带着大家一起做一下这个搞错的一个操作。这里多写了一个0，这里复制过来也导致它多了一个0，这里都是刚才复制的原因。还有一个就是这里的 magic number， 它是给了我们一个警告，就是说这个已经有一个全局变量叫这个 magic number， 那我们这里最好给它稍微差一下，这种我们这里要改一下，再编一下，这就没有错了。就是刚才复制这段代码的时候有点问题。好，来到我们这个调用的地方，我们这里就评一下多单对应的就是空单，产生了多单信号，我们就把相对应的这个空单进行一个平仓，就是 close position。然后第一个是我们的 magic number，
的罗素号，然后第二个就是传入我们需要平掉哪一边的仓位，空单的话就传入 sell。好，这是我们的平仓，下面就是我们真正的开仓环节啊。开仓的话就需要，开仓价我们知道就是当前价20个价，买在20个，卖在倍，然后还需要我们的一个止损的价格。止损的话，我们这里使用的是Super Trend 的线作为我们的止损。还有一个止盈价格就是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 TP Factor 等于0，那么就证明用户不想要止损，那么直接给它传入0，就没有止盈。如果用户有止盈，那么就是盈亏比的概念，就可以进行一个，首先用现价减去止损价，得到我们的一个止损的区间，然后用这个区间去乘以我们的止盈系数，也就是几倍的盈亏比，就得到我们想要止盈的一个盈利的一个点数，盈利点数再加上我们的现价，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一个止盈价。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规范化 Harmonize Double， 这里规范一下它的小数位数，止盈价格也是一样的。最后就是，我们还需要一个方法，就是计算我们的手数啊，计算仓位吧。计算仓位通常来说还是有一些的麻烦啊。我们这里今天大概写一个，写一个简单版的啊。然后它需要这几个参数啊，一个是当前的交易品种，然后是我们的进场价格 （entry price） 止损价格 （stop loss price），还有我们的止损的类型止损的依据。当然，我们今天这里只会演示一种止损的类型。我们先进行一个简单的判断。当然，因为我们只有一种类型，所以多少显得有点多余啊，这个也，但是相当于是留给你们扩展啊，可以写其他的这种计算方式。然后我们再计算一下止损的距离，有了这个距离，我们才好去计算一下我们的仓位啊。这里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强转，不然的话它会给我们报一个警告。这里主要是为了获取小数位数。然后就是我们的止损距离。这就是获取到我们具体的止损点数。如果这个止损点数是小于等于0的话，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啊。那我们就给它一个 return 0，不然的话它会报一个zero 的一个除数为0的一个异常，所以这一行代码是很有必要的。然后我们再获取一下点值。
trade ticket value， 这是我们的点值。然后点值也需要做一下类似的判断，如果它等于0的话，那就计算出错，你就直接给它先捕捉到这个错误，然后给它 return 0。最后是计算手数，计算我们的 loss。手数通常来说就是2位小数啊，用 SL money 除以我们的 SL distance， 再除以我们的点值，就可以得到我们的手数，其实就是风控除以止损，再除以点值，就可以计算我们的具体手数。公式很简单。最后我们再规范一下这个手数。使用这个 symbol info 来进行获取。symbol 这个 volume 下 step， 我们给它规范一下。math round 这样的，刚才计算的手数除以我们的 step， 然后再乘以我们的 step， 把它规范一下。最后我们把这个返回就可以了。当然，这里建议大家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操作呢？比如说，判断，是否超过最大限制，也可以，是否小于，是否低于最小限制。就是说，我们这些每个交易品种，它都是有这个一些规定的。比如说这里的最大量针对于这个 HK50的话就是250，最小量就是 0.1， 所以你下的手数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判断啊，我这里就不再写了，相当于是给你们留一个扩展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计算手数的方法，编一下有什么异常。再回到 onTick 方法，计算手数调用一下。然后传入进场价、ask 价、止损价就是我们 SL， 然后我们止损的依据 SL type， 止损类型和止损依据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计算仓位的过程。再接下来是我们开仓下单的一个操作。好，这就是本节视频的全部内容啊。下面下单的还有这个空单的，还有我们跟踪止损的这些，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说。